你像我第一个画的这个啊，它是属于在原地转了，只是这个胸腔在转了一下，但是呢，它和胯是连着的，所以说要考虑这个腰椎的问题。跟我说的那个头的运动是一样的啊，头最容易出的问题就是头原地动，脖子不动。像我们讲过了，大家学到了啊，在画的时候就可以避免这种问题。这个是往我们的右边摸，相对于它来讲是它的左边，是我们的右边。转过来，那个摆过来之后，这个是腰椎的角度，不能让这个体块在原地旋转。中线，中线。接下来呢，我们来分析它的旋转，还是先把骨盆放在一个不会动的情况下。那么它旋转的时候怎么转？旋转一定有这个轴啊，它的轴在这个连接点上面啊，一定要这样。所以说我们先把这个位置固定，然后这个位置固定，转过去之后呢，先往这边转，往这边转之后呢，就能够看到这个面，那就先把这个面画出来，然后大小我们看多少合适，可以调整。这是中线，这是正面的中线。这样呢，我们就让一个胸腔转过去了。胸腔在左旋和右旋的时候啊，它的角度呢也不会太大。为什么呢？为什么这个腰椎这个位置活动范围比较小呢？因为这几个体块之间的空隙没那么大，它整个腰椎也没有太长，所以说这块的活动范围没有那么大。就刚才我们说的，腰一般情况下不会折成这个样子往后。稍微长一点。然后我们再画一个骨盆不动的，先把这个不动的胸腔先画出来，轻一点，然后把它们连接，然后往另一侧转，这个位置相固定的，那么把下面的这条边先移过来，再把这条边移过来，抬高一点。这是一个找的过程啊，不是说我们想好了，一上来一起笔就能画准的。这个是给大家最好用的方法，你先把几条比较重要的线，比较明显的线，先给它画出来之后，感觉到，再去感觉它准不准确，合不合适，不合适再调，不合适再调。为什么这条线往后倾斜呢？有一点，因为胸腔的自然形态啊，它本身它就是这个有倾斜的，就像我们刚才画的这个侧面的一样。所以说在旋转的时候，整体它也在往后倾一点点，对应胸腔的这个正面朝向。大概这个角度就是胸腔和骨盆错开的角度，这个是朝前，这是朝这边，基本上这个看起来就比较舒服了，比较自然一点。然后在比较剧烈的动态下，它呢还可以更大，它的角度还可以更大。在一些大幅度的运动动作下，可以达到这个角度。这是胸腔的正面、侧面、外斜肌，然后这个是胯的正面，这是胸腔的正面，腹部旋转。可以做出这样的动作，然后这个是胸腔的左旋和右旋，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比较简单的，这个我就快点画，还是在它先画一个没有动的，这样的话在这个基础之上去动比较好画一点，就更有参考。往左和右的摆动，它往左摆的时候啊，注意这个地方呢有一点这个需要注意的。是在这个地方摆，还是在这个位置？是哪个位置？你要考虑好。你像我第一个画的这个啊，它是属于在原地转了，只是这个胸腔在转了一下，但是呢，它和胯是连着的，所以说要考虑这个腰椎的问题。跟我说的那个头的运动是一样的啊，头最容易出的问题就是头原地动，脖子不动。像我们讲过了，大家学到了啊，在画的时候就可以避免这种问题。这个是往我们的右边摸，相对于它来讲是它的左边，是我们的右边。
转过来，这个摆过来之后，这个是腰椎的角度，不能让这个体块在原地旋转。中线，中线。以上啊，加上这一张啊，都是这个胯相对固定、胸腔的基本动作，前屈、后伸，然后屈和伸的大致范围，然后旋转的范围，然后左侧屈、右侧屈、侧屈。侧屈的大致范围。如果你不是做那个体操的话，一般也不会动态太大。这是侧屈的舒服的自然的范围。然后对这个啊，再加一点，从俯视的角度来看，这两个体块，胯的朝向是这里，然后胸腔旋转，转到这个角度是比较舒服的。你可以自己啊左右转一下，超过了这个角度，你舒不舒服？你吃不吃力？你可以自己试一下。超过了这个角度，你就要很吃力了。你再使劲转的话，就会容易带动这个胯往这边带了。啊，我们在研究动作的时候呢，这些动作一定要自己去做，你去感受，你才能够对它有更好的理解。然后咱们今天内容的第一段就到这里，接下来我们就练习啊，按照我刚才讲的这个过程，把这些体块的运动，然后运动方式，该标注的标注，该写的写，该画箭头的画箭头，然后把这些基本的动作画一遍，都是骨盆相对固定的这个情况下啊。一会儿呢我们再讲其他的，先把这个画一遍。